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长空之王王一博最好哭的台词。王一博是一位备受瞩目和关注的明星，他在演艺事业中有着出色的表现和充满感染力的演技。他发出的最好哭的台词，更是成为了广大粉丝倾慕和喜爱的经典之作。那段经典台词来自于他所出演的影片《长空之王》中，王一博在片中饰演的角色遭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打击，并流下了最深刻的泪水。在那一刻，他发出了让众多观众感动的台词：“如果不哭，我会爆炸。”这句话不仅揭示了角色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很多人在经历了某些失落和挫折之后，都有时会有放弃和失落的感觉。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坚持和挣扎，这是一种非常真实、非常人性的感受。然而，王一博在台词中告诉我们，哭泣并不是软弱和放弃的表现。在面对困难和打击时，哭泣或许是一种宣泄，是一种自我释放的方式。在痛苦的时刻，倾听内心的呼喊，向外宣泄心中的不甘和悲痛，也是一种勇气和坚强。因此，在我们面临困难和挫折时，不妨停下来，放下一些既定的观念和偏见，让自己感受到那种真实的情感和体验。金玉良言，助力人生，而这句台词也将成为我们在生活和事业中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之一。王一博有真本事，当然有口碑。看着他路演的奔波，除了会感觉太累之外，更多的是为他开心。不是谁都有电影可以去路演，不是谁都能作为主演马不停蹄的在全国跑路演。他在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口碑，从这些导演的口中可以参得一二。而导，我们这个最可爱、演技最好的王一博同学，一博是个很单纯的人。刘晓世导演，我觉得一博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爱、有少年气的演员，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很单纯。张大磊导演，王一博是个很可爱的弟弟，除了刻苦、真诚、谦逊、专业、很拼这些形容他的词之外，可爱、单纯也是被提到最多的字眼，连这些大男人都感受到了，你说他到底有多可爱？还有这些看电影的小朋友们，大都是通过街舞喜欢上他们的一博哥哥。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无一不是被他的真本事所折服，你说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有真本事的他，才敢独闯电影这条路，要什么顺风车，没有就自己造吧，虽然辛苦，好过执着不前。做最好的自己，总会有同路人可以一起前行。我们也知道，知识并不担保善良，但有真本事的人，也总会用自己的光劈出一条路，那就是不问过去成败，不惧将来未知，只管努力现在。长空之王的王，可是王一博。长空之王电影主创人员中因为有一个人的名字非王一博，注定这是一部争议的电影。没办法，想剥离都剥离不了。不过我写影评倒是可以剥离他的。长空之王是由刘晓世执导，桂冠、刘晓世编剧，王一博、胡军、于是领衔主演，周冬雨特别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4月28日上映。雷雨、王一博士、邓放、于是是等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试飞员。他们在队长张挺、胡军士的带领下，参与到了最新型战机的试飞。高空之上，发动机骤停甚至失火，飞机失去控制，他们一次次与死神过招，只为获取极限状态下的数据。有网友把电影说成一个富二代、雷雨和红三代、邓放相恨相爱的故事，我认为也说得挺好。我的网友中便有试飞员，所以我对试飞员这一名称并不陌生，但试飞员具体干什么工作的，说实话是从看长空之王才知道的。顶级的专家飞行员才能成为试飞员。同时，试飞员比飞行员的职业危险更大，说试飞员在刀尖上跳舞丝毫不假。在中国空军成立的70多年里，180余型、22000余架国产飞机的试飞背后，有500多次重大险情和32名试飞员献出生命。
电影里张挺队长数次提及试飞员的使命就是在挑战极限的情况下取得飞机的有关数据。从这个角度说，试飞员必须做一次次超越，不超越怎能挑战极限？不挑战极限又何以取得数据？雷雨正好最符合试飞员这一条件，勇敢，敢吃螃蟹，有理论功底还善钻研。正是如此，雷雨被张挺队长所看重，惺惺相惜。电影开篇就是一场对敌国的高空对战，惊险刺激之余，也表露出我飞行员的无奈和心酸。我们的战机落后别人，这是不争的现实。片中那句"我一定要把最好的战机飞出来，让前线的兄弟们无忧飞行"才显得尤为振聋发聩。雷雨正是肩负这一重担走向试飞员的崇高职业。雷雨的父母曾希望他放弃飞行员职业，面对这一情理之中的请求，雷雨拒绝了，而不孝。平心而论，父母的这一想法，人之常情，谁愿意自己的孩子面临牺牲？但如果每个人都不去从事试飞员工作，那战斗机何以进步？国家的领空谁去守护？谁的孩子不是爹生娘养的？但军人的生命是性命加使命，这才是真正的军人。什么是军人的孝？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工程院院士、核动力潜艇专家黄旭华曾掷地有声：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1988年4月29日，中国的核潜艇要进行首次深潜实验。核潜艇深潜，带着一个核反应堆潜入几百米深的海底，稍有不慎便会带着一船的人葬身海底。黄旭华准备随艇员们一同下潜，他对爱人说道："我是总设计师，我必须要下去，我要对这170多名官兵的性命负责。"在美苏英法4国的潜艇深潜测试中，总设计师是不会出现在这种测试中的。黄旭华想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黄旭华在动员大会上对全体艇员说："我们是下去做实验，不是去牺牲的，我们还是要把实验数据带回来的，我和大家一起下去。"可见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数据就是生命，数据重于生命。雷雨正是新一代试飞员的杰出代表，他们为了取得飞行的实验数据，奋勇当先，前赴后继，为了战友的生命，奋不顾身。这样的担当，家国情谊是整部电影的精气神，更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魂。王一博在电影里的表演可圈可点，奋勇、韧性、撂挑子、反省，不同的桥段刻画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人物形象非常丰满。特别是电影结尾处为了战友，放弃自己跳伞的机会，奋力一搏，侠肝义胆的英雄气概，真的很爆燃了。当时影院里很多的抽泣声。人总是成长的，电影里的雷雨在张挺队长的教导下，从慌张之下丢数据到将军人的使命刻到了心里，关键时刻舍生取义，这是一种成长。王一博在表演中也是有进步的，从过去表演中面部表情的生硬、动作刻板，到现在的表演娴熟、酣畅淋漓，功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一些黑子电影都没看，立马就喷王一博，真的很不够意思，很不地道。喷也得先贡献一张门票吧。王一博是长空之王里的主要演员，但长空之王的王不是王一博，而是那些英勇无畏、家国情怀的试飞员，对拼搏在祖国蓝天的长空之王，祖国绝不会忘记他们。长空之王们，5·1节快乐！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